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内容是气管和食管。首先来看一个病例，临床上有一个11个月大的孩子，因入院前8小时进食花生米以后哭闹，当时呛咳，面色潮红，出现呼吸困难，数分钟后缓解。之后患者出现阵发性的咳嗽，门诊以右支气管异物收住院。入院时体温正常，脉搏122次每分，呼吸27次每分，既往无其他病史，家族无传染病史，没有过敏史。同学们不禁要问，何为气管异物？气管的异物发生在哪呢？最常发生在哪个部位？气管的形态结构如何呢？要解决这些问题，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关于气管的相关解剖学知识吧。这次课主要学习3个问题：一、气管的位置和形态；二、食管的位置和形态；三、气管和食管的联系。首先看第一个部分，气管的位置和形态。气管的位置，气管起自环状软骨的下缘，大约平第6颈椎体的下缘，向下至胸骨角平面，约平第4胸椎体的下缘，分为了左右主支气管。其结构是由气管软骨所组成。气管的软骨有14至17个呈 C 形，缺口向后的透明软骨环组成。后壁的缺口由气管的膜壁封闭。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左右主支气管有区别。左主支气管细而长，右主支气管粗而短。气管的延长线与主支气管之间的夹角称为极下角。左主支气管极下角大，斜形，通常有7到8个软骨环。右主支气管极下角小，走形相对较陡直，通常有3到4个软骨环。因此，临床上气管坠入的异物多坠入右主支气管。根据气管的分级，我们把其分为了1级的支气管及主支气管。进入肺以后的肺叶支气管称为2级的支气管。肺段的支气管称为3级的支气管。它们由1级、2级和3级共同形成了支气管束。临床上紧急情况下，急救型气管切开术通常在第3至第5气管软骨环处进行切口。那么常异物坠入，常见的除了花生米，还有果冻，还有大家吃的食物，尤其是发生在小孩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果冻上标有这样的字迹：3岁以下的小孩不能一口吞吃。第2个问题是食管的位置和形态。食管起自环状软骨的下缘或第6颈椎的下缘，下接胃的贲门。根据形成分为3个部分：
从环状软骨的下缘或第6颈椎的下缘至胸骨的颈静脉切迹，这个部分称为颈部。从胸骨的颈静脉切迹至膈肌的食管裂孔，称为胸部。从膈肌的食管裂孔至胃的贲门，这个部分称为腹部。食管为肌性的管道器官，比邻关系为位于气管的后面，主动脉的前方。食管具有3个生理性的狭窄，这些狭窄往往是炎症、肿瘤结合好发的部位。第一狭窄位于起始处，距中切牙15厘米。第二狭窄位于气管叉的水平。左主支气管跨越其前方，压迫形成第二狭窄，相当于胸骨角的水平，距中切牙25个厘米。第3个狭窄为食管通过膈肌的食管裂孔处，距中切牙40个厘米。这些生理性的狭窄在临床上进行胃镜、食道镜检查的时候要充分的考虑。第3个部分，气管与食管的关系。食管和气管仅有1字之差，但其位置、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。食管是消化系统的器官，而气管则是呼吸系统的器官，它们之间既有联系，又有区别。借助于共同的连接器官咽，两者具有紧密的联系，因此临床上会发生食物进入到气管当中，引起饮水呛咳或异物坠入气管。在临床上要注意其解剖学上的联系，并注意区分。这次课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